嘿，全世界啊，所有嘅錢啊，都係由一個人嘅手上轉去另外一個人手上㗎啦。嗰啲所謂嘅炒股票根本就冇創造出任何嘅一分一毫出嚟，冇任何錢創造咗出嚟㗎。我覺得呢，淨係得炒贏股票嗰一班人呢，咪以為自己有創造出一啲新嘅錢咯，贏咗啲新嘅錢咯。咁但係其實佢哋又冇發現，啱啱贏翻嚟嗰啲錢，其實係由另外一個人嘅手上轉過嚟啫嘛。嘿，唔好以為我呢啲阿婆咩都唔識得㗎。嗱，GameStop、AMC， 仲有嗰隻咩香港嘢，AMTD， 嗱，呢幾隻AMTD 仲誇張啊，升成32,000%喎，然後一跌到一文不值，咁樣睇仲唔係好明顯有人賺大錢，然後一班傻仔傻散呢又蝕大錢咯，呢啲仲唔係嗰啲你唔輸錢我點贏錢啊？一睇就知佢哋俾大戶割啦，湯水魚咁湯啊！大家覺得頭先嗰幾個人呢諗嘅嘢同你自己諗嘅嘢會唔會有啲似呢？我事實上見到好多人有咁嘅諗法嘅。究竟我哋呢啲咁嘅小散戶係咪就係俾啲大戶撳住嚟湯呢？咁係咪佢哋就係贏緊我哋輸出嚟嗰啲錢呢？咁樣呢，今日就會同你一齊研究下呢樣嘢。咁喺呢段節目開始之前呢，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個 long 啦，訂閱。如果你希望支持永賢黐人呢個平台嘅話，亦都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咁嗰度你有啲買賣美股免手續費啊，或者送股優惠嘅平台。好，喺呢個 game theory 裏面咧，即係遊戲博弈論裏面最常見嘅情況就係話一個人贏，即係等於另外一個人就輸，咁就好似開賭局咁。如果你輸咗10蚊，即係對方咧就會贏翻10蚊。咁如果你啤牌啊、圍棋啊嘅結果咧，都係一定一樣嘅，一勝一負。即係話咧，所謂嘅收益啊，即係贏嘅錢當中嘅價值咧嘅正變化其實係零，冇變到嘅。咁咧亦都係好多人喺出面講零和遊戲 zero sum game 啦。咁如果你係同頭先嗰幾個人諗嘅諗法一樣咧，深信呢個股票市場其實就係零和遊戲嘅話咧，咁我相信好大機會你喺過去呢幾個月熊市期間咧，你個心情都係特別傷心、特別差啦。咁好似係咪有人呃咗你啲錢咁啊？係咪啲大戶都喺度劏緊你咧？咁快啲還翻啲錢俾我啊！咁係咪要喊埋出嚟嘅？其實喺股市裏面咧，最接近零和遊戲嘅情況咧就有兩個，第一就係期權，第二咧就係期貨啦。咁兩個咧都係零和遊戲嘅例子。咁但係大前提咧，我喺度咧講嘅例子咧就唔包括呢個交易成本嘅。咁股票期權啦，股票期權咧其實係一張合約。如果一間公司俾員工一個較低嘅人工之後，為咗補償翻呢個員工，公司咧向呢個員工提供呢個股票期權咧，呢個遊戲裏面嘅贏家咧就係取決於呢個股票未來嘅價值啦。即係話，如果公司嘅股票咧變得一文不值嘅話咧，咁呢個員工咧就輸咗，因為佢本身係可以得到更高嘅人工嘅。但係如果公司嘅股票咧嘅價值大升嘅話咧，咁即係話呢個員工咧係最終贏咗，因為咧呢個股票價值升咗，佢又得咗呢個期權喎。咁即係話咧呢個價值咧就高過佢原本咧人工嗰個價值啦。第二個零和遊戲嘅例子咧就係期貨合約。期貨合約咧係容許咧合約持有人喺未來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以一個指定特定嘅價格咧買或者賣咧其中一個資產。呢種交易通常都係用於槓桿金融工具上面嘅。咁投機者咧利用呢個期貨合約嚟預測呢個資產未來嘅價格。譬如呢個投機者如果認為咧目前嘅黃金價格咧喺未來咧會係暴升嘅，咁佢就可以用一個較低依家市場嘅現價咧去買入呢個黃金嘅期貨啦。咁然後咧就最尾咧就用一個較高嘅合約價錢咧賣出呢個合約去獲利。同期權一樣，期貨同期權咧都係合約嚟嘅，即係代表咧有兩方咧之間嘅協議。咁如果咧一個投資者輸咗咧，咁佢嘅財富咧就會轉移去到另外一個投資者上面啦。咁呢兩個咧已經係喺股市上面咧最接近零和遊戲嘅例子啦。咁但係事實上就係咧大多數嘅股票交易咧都唔係零和遊戲。股票交易咧唔係一輸
一贏嘅。點解交易同投資都唔係一個零和遊戲呢？因為咧最終嘅交易結果可能係對雙方都有利嘅。因為你喺買股票嘅時候咧，其實你喺度買緊一間公司一小部分嘅 business， 即係佢嘅生意，咁你都變成咧呢間公司嘅股東。咁如果係一間公司正常運作嘅時候咧，咁佢會不斷咁樣生產同埋賺取利潤噶嘛。喺佢擴張呢盤生意嘅時候咧，亦都會創造出呢個價值同埋現金流啦。所以你作為股東咧，亦都可以喺公司嘅擴張裏面咧得益。喺公司賺錢嘅時候咧，公司會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回報翻呢啲股東，當中咧包括呢啲股票回購啦、buyback 或者咧係派發股息 dividend 等等。咁因為咧公司咧會持續生產，亦都會持續咁樣創造呢個現金流啦。所以理論上公司嘅股價喺一個長期嘅時間上面咧，估值係應該要上升嘅，因為估值咧係基於股票嘅未來現金流量。你自己作為股東咧，當然可以喺裏面獲利啦。但係又咁樣講啦，如果你淨係單單咁樣睇一個一買一賣一個股票交易呢個動作咧，咁樣睇落又真係好似零和遊戲喎。但係其實喺股票世界裏面咧，呢個遊戲唔係淨係得雙方，即係兩個 parties 嘅。其實呢個遊戲仲有第三方，就係公司啦。第三方嘅公司咧，其實喺度不停咁樣創造緊呢個價值。咁呢度俾個例子你哋 ，A 以10蚊咧賣出咗佢嘅 XYZ 公司嘅股票咧俾 B 買咗呢啲股票之後咧，佢就持貨到10年喎。期間咧 XYZ 公司咧每年都有成長。咁依家 B 手頭上佢呢個 XYZ 公司嘅股價咧係已經升到去100蚊啦。咁 B 咧又賣出呢啲股票俾 C， 咁咧 C 咧依家咧持有呢間公司嘅股票價值咧就係100蚊。咁你可以見到咧喺呢個例子裏面，其實咧公司係不斷咁樣成長，所以咧喺呢度冇人係輸家，亦係可以出現 win-win 雙贏嘅局面嘅。咁你又會話啦 ，trading 咧交易可能講緊係短短幾分鐘嘅啫，或者幾個鐘嘅事。當中係一定唔會有 value 產生啦，即係價值啦。Ring 咁樣係咪就係零和遊戲呢？但係其實咧呢度嘅答案都係 no 嘅。假設你係一個 trader，你咧賣出 A 公司嘅股票，即係有人咧買咗你嘅股票啦。但係其實你唔知呢個買家 buyer 佢背後嘅背景係咩嘅喎？佢可能係同你一樣係一個 trader， 幾分鐘或者幾個鐘就 trade 嘅，或者佢其實係一個 invest， 佢係一個持貨幾年嘅投資者。咁佢嘅持貨時間啦，同埋佢嘅買入平均價都冇可能會同你一樣，所以佢賺或者蝕嘅錢咧就唔會等於係你賺或者你蝕嘅錢。譬如原本你以80蚊買入呢間公司嘅股票，然後咧就100蚊賣出依間公司嘅股票俾 A， 咁然後 A 咧喺1年內咧又以95蚊呢個價錢咧賣出股票，咁你嘅利潤咧就係100減210，即係等於20啦。而 A 嘅損失咧就係100減95，即係損失咗5蚊。咁你可以見到你嘅利潤同佢嘅損失咧其實係唔相等嘅，所以呢一度亦都唔係一個零和遊戲。頭先有提到啦，股票市場嘅交易咧係有第三方嘅，而嗰個第三方咧就係公司。咁有人就可能會質疑啦，咁公司都可以執笠倒閉嘅，咁公司咧好創新營運不善嘅話，咁佢最尾俾公司股東嘅股息可能好少或者冇咯，咁到時又抵消唔到啲通脹喎，咁係咪即係話咧呢個真係一個零和遊戲咧？因為佢哋認為呢個商品交易只不過係一個人嘅錢由佢嘅手上轉去另外一個人嘅手上面，但係咧其實咧經濟學咧就唔係淨係研究錢嘅，喺經濟學嘅基礎上面咧，其實就係要分配地球上稀缺嘅資源，而點樣去分配呢啲資源咧？只係有商品交易發生嘅時候咧，佢就會改善呢個稀缺資源嘅問題啦。因為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品味啊、偏好同埋佢使錢嘅能力啦，所以一個人付出嘅商品價值唔可以完全反映咧佢哋最尾獲得嘅價值。好，呢度咧我再俾一個簡單嘅例子。咁咧假設你屋企咧係養雞嘅，你好多雞，咁咧你就想要生菜喎，咁你就同你個朋友咧達成一筆交易。呢個交易咧就係你用一隻雞同佢咧換一籃生菜。要達成呢個交易，首先嘅大前提咧就係你必須要中意一盤生菜，而唔係一隻雞。咁咧即係代表係呢個交易完成之後咧，你係滿足開心嘅。同時你嘅朋友亦都一樣，佢係中意一隻雞而唔係一籃嘅生菜。所以咧雙方喺交易之後咧都會變得更加開心，因為佢哋都滿足。咁既然大家都開心，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正和嘅遊戲，唔係零和遊戲啦。喺世界上面所有嘅自願嘅交易咧，無論係通過以物易物啦，定係通過金錢上面嘅交易咧，呢個動作唔單止係重新安排呢個財產嘅分配。喺經濟學裏面，我哋叫呢個叫貿易。貿易咧係可以創造一啲無形嘅收益，而同一時間咧，呢個科技亦都會不斷咁樣刺激呢個經濟向上啦。而呢個成長嘅速度咧，只係會越嚟越快。即使當中經歷咗大大小小唔同嘅經濟危機啊、海嘯啊、戰爭等
等等，你都可以見到全世界嘅經濟咧，其實仍然不停咁樣向上。所以就算喺呢個宏觀經濟嘅角度嚟睇咧，成個經濟咧都唔係一個零和遊戲。但係好可惜，好多人咧總係認為咧，股票其實係要睇準個圖表、睇行情、短線咧出入買賣咧先得嘅。但係其實事實咧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咧，企業嘅內在價值嘅變動咧其實唔大。喺短時間裏面刺激呢個股價嘅波幅咧，有嘅話只不過係一個消息上面嘅炒作。如果一啲細嘅散戶咧真係以為呢個股市係一個零和遊戲嘅話咧，將呢啲好消息、壞消息變成佢哋嘅交易指標，佢哋可能會以為捕捉波幅咧就可以跑贏市場，但係佢哋自己有冇做到估值去計算翻咧企業嘅真實嘅內在價值，亦都冇做到資產配置，亦都冇做一啲平衡股票組合嘅設定。咁呢個心態咧，好容易會令到佢哋以為自己係一棵韭菜啦，成日以為咧自己係俾大戶劏、大戶撳住嚟搶。咁其實咧，我呢個課程咧有教導點樣由零開始去計算公司嘅未來現金流量啦，建立你自己嘅估值模型，亦都有教導你哋點樣去分析公司嘅會計財務啊、數據同埋年報。咁咧，只要你努力去學習同埋咧去分析翻公司嘅財務數據，揾出佢嘅 intrinsic value 咧，咁你就唔會再以為你自己輸嘅錢就等於咧其他人贏咗你啲錢。咁投資者同投機者咧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嘅投資目標唔係目標喺呢個價格嘅上下波動上面，而係投資緊公司嘅未來現金流同埋佢嘅內在價值嘅增長。喺呢方面咧，投資者係需要時間等公司去增長，因為咧冇一間公司可以喺短時間裏面咧創造一個巨大嘅價值。咁呢個咧亦都唔係一個零和遊戲。作為投資者最緊要咧就要為自己嘅投資負責啦，訂立好自己嘅投資計劃，包括咧目標年期、入市價、入市策略、入市金額同埋咧組合上面嘅設定，咁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專業嘅投資者啦。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有冇曾經覺得呢個股市就係一個零和遊戲呢？你有冇覺得自己輸嘅錢係俾大戶咧偷走晒呢？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 share 同埋訂閱。訂閱之餘咧，記得 click 翻紅色個 long long 啦。好，下次再見，拜拜。